友们，你还没听说过吧？现在 AI 可以免费生成不带水印、不限时长的动画影片了，并且影片里面的动画角色可以进行纯形同步配音。有一个瀑布洞穴，虽然进入洞穴的路非常危险，但这里闪闪发光，似乎有一个魔法宝库。哇，原来是水晶！最重要的是，我今天还会分享给大家怎么生成角色一致的动画场景，怎么使用不同的场景图片生成完整的动画影片，并且我还会介绍一款我用过效果最好的中文 AI 配音工具，里面的中文配音员发音非常标准，语调自然，还会有停顿和起伏。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，你就能免费创建出角色一致、纯形同步的动画影片了。先给我点点关注，马上带你上车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动画故事的脚本，包括每个场景描述和故事主角的对话。打开 ChatGPT。在输入框这里输入假如你是一位动画编剧，主题是小男孩在森林里冒险，动画一共有3个场景，请用中英文提供每个场景图片的提示词描述。当然这里的多少个场景呢，都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设定，比如把3改为5，我们做一个5个场景的动画影片。 OK， 点击旁边的发送按钮。OK， 5个场景的提示词就都有了。为了保证动画主角外观的一致，还可以让 ChatGPT 提供小男孩的衣着描述，要求是穿着超级英雄衣服的。OK， 描述里面呢就把小男孩的衣着外观都补充上了。把这些生成影片需要用到的内容复制粘贴到文档里，包括英文提示词描述，还有黄色标注好的主角小男孩说的话，一共是5个场景。在生成纯形同步的动画影片之前，需要把场景图片生成出来。打开 Playground 网站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它是我认为角色一致性做得非常不错的文本生成图片工具，每天可以免费生成50张图片，我觉得非常够用了。点击右上角 Login 登录按钮，跳转到登录页面，可以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。登录成功会跳转到图像生成页面，来到左上角有个 Canvas 画布，点击一下。我们在画布面板这里生成动画场景图。最左边可以看到 Image to Image 是图像生成图像，这个功能我们不需要用到，先不管它。下面 Filter 就是风格的意思，点击下面的 None， 这里有一个下选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图像风格可以选择。我选择 StraightNet XL Animated 吧，比较贴合我想要的动画风格。下面有一个 Exclude from Image， 也就是否定提示词的意思。你不想图像中出现的元素呢，就写在这个输入框里面，比如丑陋的、不完整的四肢，保持默认就可以。或者等我们生成图像了之后，再根据图像的结果来完善这个否定提示词也是可以的。来到面板的中间，可以看到这个框框是一个图像生成框。图像生成框的下面呢，就是我们需要输入提示词的地方了。回到文档这里，把第一个场景进入森林的英文提示词选中，右击复制一下，粘贴到 Playground 这里的提示词输入框。翻译给大家看一下。一个拥有超能力的8岁小男孩，蓝眼睛、棕色头发，穿着超级英雄的红色套装。这里是主角衣着外观的描述。接下来站在森林的入口处，周围是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植被，是小男孩的动作和场景描述。接下来是他看起来既兴奋又有点紧张，也就是主角的神态表情描述了。整个提示词的公式就是衣着外观加动作场景加神态表情。OK， 提示词输入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右面的一些设置选项。Model 模型这里点击一下下拉框，
会有2个模型，第一个是 Playground V2.5， 第二个是 Stable Diffusion SL。一般呢，我们不做选择，就直接默认 Playground chooses， 就是让系统自动选择用哪个模型。下面是图像的尺寸，往下拉。我们点开下拉框，选择一个16:9的，因为后面我做的影片呢是要做一个横屏的长影片，16:9的这个尺寸比较合适。Speed and Quality 选择 Fast 就好了。下面的 Refinement 是图像质量数值，保持默认的40，不需要变动。接下来 Seed 是种子，如果我们没有种子号码的话，可以打勾选中下面随机种子。最后是 Number of Images， 就是图片数量，我们先生成1张看看。OK， 来到面板中间，点击蓝色 Generate 按钮生成图像。OK， 图像很快就生成好了，按住键盘的 Ctrl 键放大画布，按住键盘空格键可以拖拉画布。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就非常好，用它作为我们的动画主角好了。接下来开始生成第2个场景图。回到文档这里，把第2个场景探索花海的英文提示词复制一下，把提示词输入框里面第1张场景的提示词删掉，把刚刚复制的第2个场景提示词粘贴过来，翻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前面同样是小男孩的衣着外观描述，后面的行为场景呢就变成了走进森林，盛开着各种颜色的花朵，沐浴在阳光下，一只小鹿呢在附近吃草。最后就是小男孩的神态表情了，看起来很高兴。还有关键的一点，需要使用第1张图片的种子号码来生成之后的场景，这样才会保证角色的一致性。来到第1张场景图这里点击一下，右边是这个图片的一些详细信息，找到 Seed 种子这里，点击一下它的种子号码就复制好了。然后再点击一下生成框这里，在右边 Seed 种子这里取消随机种子的选项，把默认的种子号删除掉，粘贴上我们刚刚复制好的第1张图片的种子号。OK， 点击生成框下面的 Generate， 等待图像生成。OK， 图像生成好了，我们发现生成了2个主角，这是不对的，有2个方法可以解决。首先，在左边的否定提示词这里完善一下，补充 two peoples， 就是不需要图片里面出现2个人物。第2个方法呢，就是通过生成多张图片的方法来获得我们满意的效果。来到右边 Number of Images 这里，选择2的话呢，可以看到中间生成框旁边多了一个灰色的框。点击生成按钮的话呢，它会帮我们生成2张图片。如果在右边点击3的话呢，就会出现3个框框。OK， 我们点击下面的蓝色生成按钮。生成的3张图片里面，第1张图片的效果我非常满意了。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呢是外观形态都一致的，然后旁边还有一只小鹿，也是按照我的提示词来生成的。按住键盘 Ctrl 键和空格键调整画布的位置，把我们最终选定的场景图拉到一边。OK， 放大一下面板。点击图像，在左上角呢就会出现一个 Download 下载按钮，点击一下把图片下载下来。同样的，第2个场景也是点击下载下来，把生成框拉到下面，比较方便我们操作。接下来生成第3个场景图像，来到文档这里，第3个场景是瀑布探险，把英文提示词复制一下，回到 Playground， 粘贴一下提示词。右边图像数量我还是选择先生成1张吧。检查一下 C 的种子呢，就是第1张场景图像的种子号，没有问题。点击 Generate 生成按钮。OK， 第3个场景就生成好了，点击一下左上角下载下来。用同样的方法把场景4和场景5的图片生成好。场景4是在瀑布旁边发现了洞穴，场景5就是发现洞穴里面装满了钻石。OK， 5个场景图都有了，我们开始生成纯形同步的动画影片。
打开 Mo Studio 网站，相关链接呢，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它是一款功能多合一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，包括文本生成影片、图像生成影片，而且是支持中文纯行同步配音的。点击 Get Started 按钮，跳转到登录页面，可以用邮箱密码登录，也可以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。登录成功会来到工作面板，可以点击右上角 Create 6新建项目，也可以点击下面的未来星球大片，是我前一期影片中做过的项目，点击一下就来到了影片生成页面。这里相当于一个大黑板，可以在这个大黑板里面生成10个镜头影片，最后连起来组合成最终的大片，在最后的 Export 输出框里导出。来到左上角有一个文件导入的按钮，点击一下，会有2个选项。第一个是 Batch Upload， 就是批量上传，它可以上传最多10张图像或者影片。点击打开对话框，在这里把我们做好的5个场景图片上传过来。OK， 点击下面的 Upload 按钮。OK， 往后拉一下这个大黑板，每张图片就对应新增了一个镜头场景。我们可以输入提示词和设置影片参数，进行图片生成视频的操作了。首先调整一下镜头的排序，第一个是走进森林，然后路过花海，再发现瀑布，然后进入了瀑布旁边的洞穴，最后呢，在洞穴里面发现了钻石。这里有一条玫红色的线，是把要输出的影片连接到后面的 Export 输出框的，进行下载导出的。那等做好影片了，我们再讲。按住键盘 Ctrl 键，放大一下页面，这里有一个叉叉，把它点一下，这条线呢就删除掉了。来到第一个场景这里，我们看到图片上面这2条杠呢，就是影片参数的设置，点击一下。首先是模型 model， 点开发现有2个 image to video， 也就是图像生成视频的模型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下面这个试试 SVD-1.1 的，点击一下。点击之后发现呢，这个模型呢就只有时长 duration 可以让我们自由设定了，从3秒到10秒。OK， 我就选择一个5秒的。右上角点一下叉叉按钮。在上面 input prompt 呢，就是我们可以输入影片的提示词，比如可以输入一个 walking 走，但也可以不输入。不输入的话呢，就是让 AI 自由发挥了。点击蓝色生成按钮，等待影片生成。下面就出现了影片生成的进度条了。等待的过程呢，可以同时进行下一个场景的影片生成。来到第2张图的上面，点击一下这个参数设置按钮。模型这里我们就选择跟第一个场景不同的一个图像生成视频的模型 Morph 0.1。Camera 就是相机运动方式，选择一个向上的吧。下面 Duration 呢，我选择3秒。Motion 这里呢，我选择1。因为我们的图像是有人物角色的，按照我的经验的话，如果 motion 运动参数太大的话，我怕生成的效果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先选择1来生成看看。OK， 设置完成，点击右上角擦掉，点击蓝色的生成框，等待影片生成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进行影片的纯行同步配音，所以生成的影片长度呢，要和主角说话的时长接近。回到文档这里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场景，进入森林。小男孩说的话：“我是超人小智，今天我来到森林进行冒险挑战。”20个字左右需要用到的时长大概就是5秒，这个呢也是我的经验，也就是第一个场景影片时长我们要生成5秒，第2个差不多字数也是5秒了，第3个瀑布探险的话字数少一些3秒，第4个场景秘密洞穴这里字数比较多就8秒，第5个场景发现水晶大概是需要10秒，在这里标注好就会提醒我之后影片生成的总时长。
当然，同一个场景我可以生成多个影片，比如在第二个场景这里，刚刚我生成的只有3秒，但是呢，小男孩说的话呢就需要5秒、6秒的时长，所以我就想再生成多一个影片。点击一下图像上面的设置按钮，模型保持不变，相机运动方式呢要改变一下。前一个影片是向下的，那这次呢我就改为放大。这样2个影片合起来就会更加顺滑一些。时长3秒，运动参数1，保持不变。OK， 擦掉，点击蓝色的生成按钮，可以看到现在呢，第二个场景就会有2个影片等待生成了。3秒加3秒就是6秒了。对比一次性生成一个6秒的影片，我觉得同一个场景用不同相机运动方式呈现的话，效果会更加吸引观众眼球。OK， 来到第3个场景这里，点开设置按钮，模型还是选择 MOV 0.1， 相机运动方式选择向下吧，我想看到一个水流的效果。Duration 时长还是3秒 ，Motion 选1 ，OK 擦掉，点击生成。这个场景小男孩说的话的字数比较少，所以我们生成一个3秒的影片就 OK 了。接下来第4个场景，点击影片设置，模型还是保持不变，相机运动方式选择一个向上的，时长3秒不变 ，Motion 1 ，OK 擦掉，点击生成按钮，等待影片生成。OK， 再生成一个5秒的，3秒加5秒就是8秒了。这次我不改变相机运动方式，还是向上的，只是把时长改为5秒，擦掉。相机运动方式不变的话，可以在提示词输入框里输入 walking， 这样2个影片生成的动作效果呢也会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第5个场景，相机运动方式选择放大，时长是5秒 ，Motion 运动参数1 ，OK 点击生成按钮，再生成一个5秒的影片，5秒加5秒就是10秒了。改变一下运动方式，选择向下。其他时长是5秒 ，Motion 1 ，OK 没问题。点击生成按钮 ，OK 5个镜头场景的8个影片就生成完成了。来到第1个场景生成的影片这里，右下角会有一个放大的按钮，点击一下，播放看一下。这个 SVD 模型生成出来的效果呢，就是它可以保持人物不变，然后后面的背景在移动。比如点开第4个场景，发现洞穴，给大家看看，点击播放按钮。这个模型的效果呢就挺好，小男孩的腿呢是在走动了。OK， 擦掉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模型生成的效果呢，可以重新选另一个模型来生成。不过我觉得开头用这个效果呢也不错。后面的7个影片呢都是用的另外一个模型来生成的 MOV 0.1。接下来开始添加影片的中文配音。打开 Cliptron 网站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这是一款迄今为止我觉得中文配音效果最好的 AI 语音工具了，它是微软旗下的。点击首页这里 Try for Free 按钮，来到了登录页面，可以用电子邮箱密码登录，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登录。登录成功，在主页这里找到第3个功能文字转语音，可以看到它支持80多种的逼真语音。点击后面试一试按钮，跳转到操作面板这里，在左边点击文字转语音，右边呢就出现了语言和声音的选择了。语言中文普通话没有问题，声音这里点开下拉框，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中文配音员，选择云溪看看吧。下面点开高级设置，还可以设置配音员的情感。点开下拉框，可以看到有旁白放松、尴尬、害怕、高兴。我选一个高兴吧。还可以对配音员的声调和速度进行设置。设置完成，再点击一下高级设置呢，就会把它收起来了。下面是文字的输入框，回到文本这里，把第1个场景小男孩说的话选中，右击复制，回到 Cliptron 这里，粘贴在文本输入框这里，点击下面的预览试听一下。我是小智，
今天我来到森林进行冒险挑战。是不是很标准？而且语调呢，它是有停顿起伏的。预览的上面有一句提示，最长持续时间呢是10分钟。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一次性生成的结果最多呢是10分钟，大概是2500字左右的文本转语音时长了，非常够用。而且这个功能是完全免费的。OK， 没有问题。点击右边的保存按钮，对应语音就添加到中间的时间轴上了。也可以看到这一段语音用的时间呢，就是4秒钟的样子，跟我们生成第一个场景的影片时长5秒钟是 OK 的。点击右上角导出按钮，注意在 Clipcharm 这里导出来的是视频文件，后面还需要转为音频文件就好了。选择哪个视频画质都可以。OK， 可以看到已经下载好了。点击左上角继续编辑，回到文本转语音的编辑面板，用同样的操作把5个影片场景里小男孩说的话转换为语音视频。要注意的是，比如场景5前面我们生成了2个5秒影片的，在做配音的时候呢，也要把文本分成2部分。把哇，原来是水晶，它们发出的光先复制一下，粘贴到 Clipcharm 的文本输入框这里，点击保存，把中间多余的时间轴呢删掉，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。OK， 导出成功，点击一下左边的继续编辑，点击下面文字转语音，把后面一半的文本会在晚上帮助小动物们找到洞穴藏身，躲避天敌的攻击，选中，复制一下，粘贴到文本输入框这里。同样点击下面保存，要检查一下时间轴，把多余的选中，然后点击一下上面的删除按钮。OK， 右上角点击导出。接下来把语音视频文件转换为音频文件，打开 Cloudcover 网站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它是一个 MP4 视频文件转 MP3 音频文件的网站。点击 Select File， 批量把我们刚刚导出的文件上传过来，然后拉到下面有一个 Convert 按钮，点击一下转换。OK， 全部转换成了音频文件，点击绿色的 Download 下载下来。回到 Mo Studio， 点击一下第一个场景影片，在下面有一个嘴唇一样的标志，点击一下，它是一个唇形同步上传音频的功能。在弹出的对话框这里点击一下 Upload Video， 把对应的文本音频呢上传过来。然后点击播放按钮试听一下。我是小智，今天我来到森林进行冒险挑战，效果很不错。然后点击下面的 Lip Sync 唇形同步按钮确认一下，可以看到呢，唇形同步的影片它会重新生成一个，不需要等待，我们直接进行第2个场景的唇形同步操作。同样点击一下影片 Lip Sync 按钮，然后上传对应的语音文件。OK， 播放试听一下。这里真漂亮，非常不错。点击 Lip Sync 唇形同步。第2个场景的第2个影片是同样的操作，上传对应的音频文件。小鹿是我认识的好朋友了。OK， 播放一下。小鹿是我认识的好朋友了。这个配音效果真的很不错，它会有非常明显的语气上的停顿和起伏，就像真人的语音一样。等影片生成好了，我们才能看到主角的嘴唇运动。OK， 后面唇形同步的操作是一样的，可以跳过一下。缩小一下面板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呢全部生成好了。点开发现洞穴的这个场景，给大家看一下唇形同步的效果吧。播放一下。虽然进入洞穴的路非常危险，看到它的嘴巴呢，就是中文的唇形同步了，效果很不错。再来看看瀑布的。森林的深处有一个瀑布洞穴。可以点击插掉，
接下来就是导出我们做好的影片，可以看到最后有一个 export 导出框，每一个影片的左边和右边呢都会有小圆圈，小圆圈就是用来连接影片，还有连到导出框这里的。想要导出哪个影片，就把它连接到输出框这里。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影片呢比较多，有8个，所以就不用这种方法了。点击右上角 Export 导出按钮，然后把每个场景需要导出的已经做好成型同步的影片呢都勾选上。OK，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下载按钮，8个影片就全部下载到了压缩包里面，解压到当前的文件夹。OK， 打开剪映，把8个影片导入进来，添加到下面的时间轴上。还有很重要的一步，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掉，就是添加免版权的背景音乐和音效，这样我们做好的影片才可以用作盈利。打开 Pixabay 网站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这里有超过400万数量的免版权图片、视频、音乐、音效素材库。在搜索框旁边 All Image 这里点击一下下拉框，选择 Sound Effects 音效。我们输入一个 Forest 森林，我想找到森林的一些音效。OK， 找到了1000多个免版权的森林音效声音了。来到下面，每个音效的前面会有一个播放按钮，点击一下试听。OK， 这里有小鸟的声音，非常合适。点击右下角的 Download 按钮。OK， 在上面搜索框这里输入 Waterfall， 就是瀑布声，我也需要它的音效。点击播放按钮试听一下。OK， 这一个不错，点击右下角 Download 下载下来，把你想要的音效或者背景音乐全部下载好了之后，回到剪映，把它们导入进来，添加到时间轴，调整好音量、倍速还有场景之间的转场。OK， 做好的动画影片效果呢，给大家播放一下。我是小智，今天我来到森林进行冒险挑战。这里真漂亮。小鹿是我认识的好朋友了。森林的深处有一个瀑布洞穴，虽然进入洞穴的路非常危险，但这里闪闪发光，似乎有一个魔法保护。哇，原来是水晶，它们发出的光会在晚上帮助小动物们找到洞穴藏身，躲避天敌的攻击。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，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成果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未来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。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。我是小发，给我个关注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